这羊排肉的做法可算是多种多样了。再说羊肉的口感鲜嫩，能御风寒，还可以补身体，最适合冬季食用，所以深受人们的喜欢。今天的本周当家菜就为您奉献2道美食，是红焖羊肉和风味羊排。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我是大嘴，这里是本周当家菜。制作红焖羊排的原料有羊排肉、木耳、西红柿、豆腐、蒜苗。一说起羊肉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最经典的一种吃法就是涮羊肉。一家人呢围坐在一个火锅前，然后呢涮羊肉来吃，温暖，而且吃完之后呢让我们周身舒泰。那如果说吃涮羊肉你觉得有点单调，或者说吃的呢有点觉得没创意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本周大家菜就教你做2道跟羊肉有关的特色菜品。给您请来的大厨，大家非常熟悉他，中国烹饪大师丙吉和丙大厨，欢迎丙大厨。你好，大队。羊肉啊补身体。冬天吃最好了，那么怎么个补法呢？给您请来的老师是营养健康老师顾老师，给您解答这个问题。欢迎顾平顾老师，欢迎。大家好。我觉得羊肉呢，在中国的各个地方好像都不一样，品种有不同，是不是？品种不同一般都分为什么？绵羊、山羊，还有野羊。野羊是什么？就是野生的羊。野生的羊就是平时的时候自己散养的那种。对，其实这个羊肉呢，这个好吃呢，还是这个绵羊肉好吃。绵羊肉好吃，山羊肉比较膻，比较不好吃。这个山羊肉呢，就像黑山羊是一个特殊的品种。其他一些山羊呢，这个就尤其是山东，就是我们内陆城市的一些那个羊肉，它不好吃，膻味很重。那咱第一道菜什么名字？大厨？红焖羊肉。红焖羊肉，现在丙大厨就教你来做，看到没有？现在大嘴手上拿着这个肉呢，是咱今天红焖羊肉用的这个羊的部位，哪个部位？这个羊排肉。羊排肉。这个因为这个红焖羊肉呢，这个肉呢可以吃一点肥的，是吧？带点油，这个吃起来煮出来之后呢，它非常的香。我觉得焖肉类啊，一定得带点肥，一定带点肥，不然柴，因为这种纤维都比较粗，是的，是不是？焖时间长，脂肪出来了，非常油润，油润的，咬下去一口之后呢，特有满足感。是吃肉嘛，有点油水才有肉味儿，是不是？这边给我们的羊排肉切一下，改个刀。这个切的时候呢，我们就给它切成块就行了，切成核桃大的块。大叔，这个呢，我们其实最好是用羊排肉，用别的肉也可以代替，但你得学会这个红焖的方法。对，好，给它切下来。说起羊肉的营养，我相信第二季很多朋友们呢，经常看我们的节目，都觉得羊肉的营养不陌生了。是补中益气，而且呢特别养肾，对，能补肾壮阳的，所以特别适合于我们冬季进补。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在这里交代给大家？比如说羊肉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火气比较大，所以呢，如果你最近正在上火，千万要少吃羊肉。比如什么叫正在上火？牙痛。发烧，这2天呢口干舌燥，嗓子正在发炎，对，生疮呢，然后尤其是脸上冒痘痘比较多，也要少吃，它就发的比较厉害，所以这种热性体质的，就整天呢手脚都热乎乎的，那种就不用吃了，你本身就热性体质，所以呢我们就那种呢体质有点凉的，我们可以吃一些。另外还有一些人群不要吃呢，就是刚生完病。前2天大病一场，这会儿我吃羊肉补一补。等，我下场觉得这时候应该补身体啊。对，但是你这个身体也正好虚嘛，刚病完以后太虚了，如果大补，那就容易出问题。你看我们做完手术都建议他喝鸽子汤。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的来，缓缓的来，对，缓缓的，所以不要补大了。身体虚弱的时候不能。那我们这边想补身体呢，这边我们的大厨啊就把这个菜呢给您用心的烹调出来。先把它切好了之后，大厨这边用水浸泡它吗？浸泡，这个大概要浸泡多长时间？这个因为咱红焖呢就可以浸泡的短一点，浸泡这个20-30分钟就可以了。20-30分钟还算短。你要有其他一些这个想做这个羊肉呢，而且你特别不习惯这个羊肉的膻味儿，你可以用水泡的时间再长一点，这个0度左右的水，凉水浸泡这个2天，2天之后呢，2天期间换一次水，放在冰箱里哈。冰箱里期间换一次水呢，那个羊肉之后吃出来呢就没有一点膻味儿。哇！但是这个羊肉吃起来也没有味道，羊肉有点膻味在。我认为吃羊肉还是要有点膻味儿。但是我觉得你泡2天跟养鱼差不多。是啊，那个营养成分也流失了，也流失到泡出去了，是不是？浸泡它这个水温没有要求，不用非得是冷水吗？就最好是冷水，最好是冷水。对，冷水最好是冷水。
大嘴提醒你哈。好，这个季节我们给它泡一泡，然后现在是取出来吗？取出来。我们现在要干嘛？给它干煸一下吗？炒一下，哎，要炒它。我们都红焖它，第一个步骤我们是不是应该去个血水之类的？就没必要了吗？没必要了，泡就可以，泡就可以。哎呦，可大叔我在想啊，光泡真的就能把里面的血水泡出来吗？而且你说冷水泡，热胀冷缩，它是肯定要把血水缩里面去的。这个因为这个羊肉呢，这是鲜羊肉，这个它需要这个一点血水，它是不中岛那个血水的，它也有一个鲜的作用，有鲜味儿，鲜味的。鲜羊肉，咱可以选择不给它，不要焯血水。这个好嘞，红姜，知道顾老师的这个提这个知识之后呢，今后我做羊肉我就不去皮，别去皮。为什么？为什么？顾老师再强调一遍，这个姜皮呢是有点辛凉作用的，没错，它可以去我们羊肉的热性，热性，所以要保留。顾老师告诉我们说，这个姜皮跟姜是两种不同的特性，外面是凉的，里面是热的，姜太矛盾了。对，这边我看到大厨你是用这个刀把它拍扁的，拍一下，拍它和切它有区别吗？这个拍的呢，它这个因为咱这红焖要长时间来加热，这个它呢会这一拍之后呢，它的里面的组织都碎了，这样它那个姜味呢，这个它的辛辣的味道能充分的浓出来，煨出来。你长时间来炖呢，它也不会这个碎。因为你今后吃的是羊肉，过会儿吃的是羊肉，这个你还要拌个刀水。那大叔，我们以前我们做的一些牛肉什么的，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采取把这个姜直接这样拍扁？对，你只要是这个焖烧的方法都可以。那大叔，为什么你不放点蒜下去呢？这个不用，因为这个有葱姜那个味道呢，就够了，就够了。炒它的时候什么火力大叔？也一直用大火来炒它。其实你看到我们这边的羊肉呢切的还是挺大块的。想吃好吃的焖类的这种肉食，一定得大口吃，不然的话不过瘾。而且大叔也告诉我们，一定要带点肥嘟嘟的，对，稍微有点肥肉，油然后焖出来比较油润一些，油润一点。那老师，我想问一下，你从古至今人们都愿意吃这羊肉，补身体，究竟它怎么个补法？再强化几遍。因为咱们这个羊肉呢，它里面的营养素非常均衡，比如说像我们的蛋白质也很高，而且呢能够比较有热量。吃完以后呢，它有一些化学物质可以促进我们血液循环，促进我们能量的分解，所以吃完以后就热乎。热乎，热乎。其实你看涮火锅啊，或者吃羊肉啊什么的，真的是吃完以后觉得从里到外手心都热了。没错，包括吃个什么羊蝎子锅，哎，没错。所以你本身呢就不是那个气氛，而是那个肉啊，就给你带来热气儿。所以这个呢，在冬天的时候是最容易抵御寒冷的一道菜了。就是羊肉。你看以前远古时期那些边疆民族，他们就吃的牛羊肉，对，靠它来御寒。冬天御寒。好，这边给它炒一炒，加点这个辣椒酱。加什么辣椒酱呢？这个是那种豆瓣酱，郫县豆瓣酱吗？大厨加郫县豆瓣酱，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这个菜呢，红焖的就带点辣的，辣乎乎的，辣乎乎的。这个加点这个郫县的豆瓣酱，好，没错，加点泡过的这个干辣椒，用我们的普通的干辣椒就可以。好，总之这道菜是道辣口的，喜欢什么辣味你自己来自己定。比如说你这个辣椒你要喜欢吃更辣的，你可以用那个更辛辣那个干的，我觉得更刺激。对，因为这个羊肉呢，因为羊肉它主要讲不喜欢吃的羊的这个肉质是非常鲜嫩的，但是人们有些就是不喜欢的地方呢，就是因为它有一些膻味，是吧？其实这个膻味呢，有很多种这个去膻味的办法，是吧？你比如说你煮的时候，这个多飞几点水，飞水，但是煮的时候呢，用绿豆来和它一起来，绿豆煮它，胡萝卜好像，胡萝卜和绿豆，对，还有那个橘子皮，对，还有用那个山楂或者用那个核桃，对吧？你把核桃打几个小点之后呢，一起来炖那个羊肉，它都不膻。哎呦，有核桃，再一个呢，橘子皮。还有山楂、胡萝卜，还有什么？刚才说一样的，不能都放在一起核桃就光放核桃就可以，就放一个都可以。家里有什么就放什么。刚才算这添了下来，这用的料还挺多的。对，来回炒一炒。再一个呢，就是放一些香料了，你像白芷啦、白蔻啊、胡萝卜啦，不是胡萝卜那个花椒啊、肉蔻啦，肉蔻这些东西。我看他们羊肉汤当中都放当归，然后放那个豆蔻。
肉，然后放一些肉桂什么的。没错，刚才放的是生抽，来一点点，生抽放了能有三汤匙，三勺，3勺。再来2勺这个老抽，好。我们离不开酱油啊。没错，老抽用这么多的量吗？对，用2大汤匙。2大汤匙。生抽刚才也就用了1个汤匙呗。对。可是老抽它这个颜色会不会把非常重啊？本来很红润，你干嘛给它弄得这么深红啊？这个红焖嘛，它有这个药材味跟这个酱香味要重一些。然后加进汤就可以了。来一点汤底。刺激家常。这时候呢，再放一点这个香料。这时候放的是这个花椒，这个八角呢可以放一点，八角来一点点，白芷放一点，白芷放一些，良姜，肉蔻，像这个桂皮呢，你可以后面放，因为这个桂皮的味道它比较大，它比较冲。那其他那些香辛料，它的先后次序就没有了，没有限制，放在一起的炖出香味之后，炖到一半的时候呢，放点桂皮。桂皮味儿比较冲一点，所以说炖到一半，你再把桂皮放进去。这个水你还是放了很多的，大厨。对，因为这个菜呢，它是一个就是可以涮着吃的菜，你放在砂锅里呢，就是边加热，这个边涮，你可以里面加一些豆腐，是吧？加一些这个。下面都准备了，我先把它倒在砂锅里，先炖一下。大厨很会吃，有豆腐豆腐简易的这种羊肉火锅，对，是不是？大厨为什么要换到砂锅里面呢？这个砂锅呢，这个炖这种大块的肉呢，因为它这个锅壁很厚，这个它还有保温的这种就是保温的效果。保温，这个炖出的肉呢，它是均匀，它是跟铁锅炖出来的肉它是不一样的，味道不同，它特别的香。可以哦。我们这边的时候，蔬菜一会儿再下。对，现在我们的砂锅呢也已经开始慢慢的加热了，需要大概多长时间才能把它炖熟？需要40到50分钟。肉类的食材总要多那么一点点火力的。40到50分钟之后，咱之后呢再涮点涮品，一起享受热腾腾的红焖羊肉。40多分钟时间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打开锅看看我们的羊肉焖的怎么样喽？打开锅看看，哎呦，很热闹里面是不是？热气腾腾的，而且已经彻底沸腾了。大厨，是我发现，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涮涮品了。你还把姜还有这些调料取出来吗？把这个葱主要是取葱，这个葱取出来干嘛？这个因为它到了涮的时候呢，你吃到它嘴里，影响你这个享受美食的这个感觉。没错没错，我们主要也是吃羊肉为主。好，这边将我们的木耳，切了西红柿片，好片。哇，西红柿，我觉得西红柿呢配在里面去啊，也会使这个汤呢变得酸酸的、稠稠的，来点西红柿的这种东西。对，这些呢，这个就可以根据你的喜好，你是一起放一些可以，或者你吃完肉之后。你再把这些东西放进去，我觉得吃完肉之后再涮它，像火锅。对，而且呢，这个肉我估计原汁原味比较好吃。先吃肉，然后再涮品。好，不管你怎么吃，总之我觉得这个红焖羊肉肯定好吃，是不是？对。好，来，咱们这边给我们这个红焖羊肉腾出个地方来，给他老人家请出来。哎呦，好嘞！40多分钟时间的久炖，现在呢已经差不多了，端上我们的餐桌。那么我们还等什么呢？赶快尝一尝喽！吃喽，吃红焖羊肉喽！哎呦，真热乎啊！没错呀，而且我觉得应该是辣的，肯定会非常辣。怕辣的朋友要小心点。哇，说实话，如果说呢选择不是羊排肉的话呢，可能没这么一点点肥嘟嘟的这个位置，吃起来的时候还不会这么好吃，因为它是油油的。然后那种香香的感觉，不是柴的。这种炖的长时间炖的这个，尤其这个肉类的，不管羊肉还是猪肉，就是带点肥肉，好吃，而且没大有羊肉的膻味了，我觉得非常鲜。药材味就把它给药味很浓。而且我觉得这个汤头喝起来也是辣乎乎的，再涮点东西简直就够味儿死了，是不是？大厨。本周当家菜用羊肉当家，第2道当家的菜是什么？这风味羊排。制作风味羊排的原料有羊排肉、花椒大料、孜然粉、辣椒粉。
那今天我们本周大家菜当家的呢是羊肉，羊肉呢你在家里总吃是不是？别大厨，你看羊肉在家里涮个火锅，或者说白卤个羊肉，都感觉还挺美味的。可是总吃也都觉得单调。刚才这一道菜吃的不过瘾，红焖羊肉让大家疯抢一空。第二道菜依然会再续那种辉煌吗？辉煌倒谈不上，那应该是一种一个风味儿。再续一个新的风味，新的风味儿，更上一个台阶儿。更上台阶。说说名字，什么名字？大厨？这个与风味有关，就是风味羊排。风味羊排，风味羊排。说实话，我在饭店点菜最怕听到这什么风味啊、特色二字，因为你搞不清楚它究竟是弄的是什么东西。对，你不知道是你就像赌博一样，你冒险吃他家这道特色菜。是。您这道菜是什么口的？这个风味儿。风味，这个风味呢，就是大西北风味、新疆风味，这个还有蒙古风味。它这个风味就是一种烧烤的风味，烧烤的风味，烤肉的风味，烧烤风味的这种风味羊排，现在教你来做。我们这边呢，羊排呢在锅中已经煮好了，这个我刚才在找我们的配料在哪里，没有。和大厨告诉我们，这边在锅中已经煮过了，就是把羊排煮好。对，这个羊排呢，这个其实。加工的还是这样，就跟刚才这个这个红焖羊肉，也要把这个血水呢泡一下，然后呢这个焯一下水。这个焯水呢过程呢，它跟这个焯其他的一些这个不一样，就是其他的猪肉是不一样，它用开水下锅焯就可以。没错。开水下锅之后呢，然后这个你煮的时候呢，就加一点葱姜，加几个花椒粒，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基础的，是不是？可是开水下锅，有些朋友就会想了，这个一般啊，我们烹调这样的动物性食材都喜欢冷水下锅，随着水温的升高，血水也排出来了，咱为什么要选择开水下锅？这个开水下锅呢，因为它的这个煮的一直要用急火来煮，因为它的这个汤会白，再一个是这个它的味儿会鲜，因为它这个血水呢。其实它这个东西还是这样，你没必要把它都是血水逼出来。新鲜的羊肉呢，带点血水还是好的。新鲜的羊肉，在那个煮的过程中呢，你可以这个不停的往里撇那个沫，把那个沫撇出来之后呢，它还是把杂质去除，然后就 OK 了。好，这边呢，我们白水已经卤过的羊排呢，已经准备好正式的烹调菜品了。风味羊排做的是烧烤的风味，那肯定少不了孜然，少不了辣椒面儿，对，少不了那些能让你香的这种花生啊之类的这种小料，花生、芝麻，花生芝麻，我觉得其实一说到烧烤风味你就感觉呢都是在一些饭店里面吃的。是，你说在家里谁会做烧烤风味？对，然后家里觉得油烟太大，然后烤来烤去的，然后家里也没有那么大的烤箱或者是炭火，而且总感觉说吃烧烤、吃烤肉就感觉不是在家里面吃的美食。今天看看学会了这招，在家里面也能吃烧烤味儿的。没错，这边羊排呢已经全部烫好了，那大厨我们这边另起一个锅，我们准备操作，倒油，来点油下去。今天我们用的油呢是健康新时代给您重磅推荐的，那就是胡姬花的古法小榨花生油。这种油呢是在古代古代这种压榨这个油的工艺加工而成的，有浓浓的花生的香味，而且吃的时候呢油烟少，并且对身体健康很有好处。健康新时代给您重磅推荐，这边用大量的油，这个。其实这个风味羊排呢，应该是一种风味烤制的时候对的，是吧？你刚才顾老师也说了，这个在家里你没法去烤它，对，没错，是吧？你这个没有烤箱，对，很少有人家里炭火烤也不安全，而且还有大量的烟，对，大量烟味，就是在家里面装修都那么贵，对，知道的，烟熏坏了，到外面去吧，邻居会。对，会批评对，肯定不会的，对，注意邻里关系。的确，所以说吃一顿自己在家做的烤肉很难得。而这边如果说你给它改良之后，你是改良的吗，大厨？这个就是我们内地厨师把它给改良了，因为草原的人没必要去改良，他在大草原里烧烤就很好了。肉片因为到这个内地呢，这个我们的环境不允许，是吧？你会影响到别人。你这样呢，就是我们用这个用炸，炸完之后呢，用辣椒面来炒。我们要先炸的，很多都是一样的。现在包括很多酒店这个烤全羊，没错，这个烤羊腿，它都是用这种方法来做的。哎呦，因为学会这一个招，咱在家里能出来好几道菜。那就做那个大的羊腿也可以做了。这样，大羊腿，自己在家里面做就可以。我到饭店很愿意点那个烤全羊腿，一条腿，然后烤的非常好吃。这边的油要几成热的时候，我们把它下去。这个8成热，8成热，那就是很热了，很热了，冒烟了都准备。对。是不是？它是不是一个速炸？
酥炸，因为这个肉呢是熟的，是吧？你这样拍上一点粉的话呢，就是炸一下，把外面炸焦了，外面炸焦，里面是个还是跟那个羊排是一样，里面有汁儿，是吧？不要把它炸干。没错，别炸得太干，炸太干吃起来的时候呢也柴，是不是？这边咱需要给它加点生粉之类的，加点生粉。好，这边我们给它来一点点生粉淋上去，一点也可以。这时候不需要再给它加点盐之类的了。这个不用，因为这个刚才这个煮这个羊排的时候呢，已经加了一些加了一点盐了，加过盐了。好，少量了一点行了。拍一点粉。其实你看，我觉得这个拍粉是有目的的。对，大厨，他就是大家你的目的是什么？为了如果你很多人说这个拍粉你要蛋清，对吧？对，没错，感觉就裹点蛋清，然后再拍粉。但那样呢，它就是失去了这个烧烤的这个风味儿。你做了之后呢，你也许吃起来这个菜像那种干煸的味道，是吧？但你没有这个烧烤，这个烧烤的味道呢是这个，因为你如果高温一炸之后呢，它这个外面是脆的，而且一种这个有火的那种的，应该焦的那种焦香味，焦的味儿。没错。如果你挂上很厚的一层糊的话呢，它就体现不出这个糊要轻薄一层干淀粉，干的放在上面就可以了。好，现在我们的油差不多了，油差不多了，它已经都起烟了。高温油炸，哇，很劲爆哦。来回的炸一炸它。这个炸的时候呢，我觉得怎么掌握住外面酥里面还嫩，就看我们厨师对火候的掌握了。对，大厨能告诉我们大家怎么才能把这个技巧给掌握吗？这个掌握呢，就是还是这个下锅的油温，这个火候的控制，是吧？如果你这个火没法再调温了，如果那个火力可以再大一些的话呢，在下锅之后呢，可以再把这个温度再提上来，这个温再提一下。我看到咱们这边在炸的时候呢，它也会变颜色。那我们怎么才能知道它已经炸得好了呢？这个你就看到这个泡沫没了，这个里边外面那个水分也就没了。但是看到这个外皮里边这个焦了，这就可以了。对，可以了。千万记得，不要炸到里外全都干了，焦了，那就变成什么？变成羊排干了，是不是？吃起来的时候就不是这个感觉了。下面呢就是这个炒这个辣椒面，辣椒面也要炒吗？让面炒一下。可是，一般我们吃烧烤的时候都是直接淋在我们这个食材的表面就可以了。它不香，就给它炒香它。对，用油把它炒香，孜然，哇，我特别爱孜然。一说起吃这个孜然，烧烤就是就想着就是好像就吃孜然那个味儿，尤其是这种西北的烧烤，是不是？放孜然和我们这一点点这个花椒面当然了，锅中是有一点点底油的，就是我们看它炸完之后锅中剩了一点儿。而且火我看开的也非常小，这是小火，孜然的味儿出来了。哎呦，这时候放入我们的花生碎，花生炒好的这个芝麻，哎。其实花生去红衣的，其实红衣还是有营养的。怎么讲？红衣呢，在古代来讲呢，就是补血的，在中医上面讲，其实我们应该利用起来。但是呢，这道菜呢，可能为了菜的感觉好看一些，没错，把它去掉了。我发现大厨这个芝麻和花生是最后放的，对，你要是早放，是不是担心它糊掉？早放就糊掉了。但是是不是已经熟制的了？对，已经提前这个炒过了。我相信你现在能够闻得到这边的味道，是不是？你肯定能闻得到。这个呢，就是烧烤的味道，孜然的味道，哇，好棒啊！而且我觉得大叔你炸的很绝，你知道吗？你炸到外面这个干，但是呢，不是说那种干到发黑，是那种本来有点干，有点发褐色，但是恰巧就很勾引你想拿起来它吃的感觉。是的，这是做厨师的基本功。不会炸的话就不能做厨师。没错，很棒。哎呦，你闻到了是不是？闻到了，我们3个先为你尝一尝。赶快尝一尝喽！风味羊排非常好吃，光香味就闻的就很好。这个辣度不够的话，可以蘸一些这个辣椒面。哇，够有风味，有风味，是不是？就是你看这道菜呢，外焦里内，你乍一闻它的时候是属于孜然味多一点，但你吃的时候你发现羊肉它本身的那个带一点点膻的羊肉味还是在里面的，没被这个孜然味给抢去。因为这个羊肉呢跟这个孜然是绝配，尤其这种这个干炒的这种方式的，这个羊肉是离不开孜然的。